猛哥有猛料，大家好，我是李某。时间倒回2008年之前，陈冠希是香港娱乐圈最炙手可热的超级新星，是无数少男少女的偶像，被誉为下一代天王的不二人选。然而，一场席卷整个华人世界的风暴，让这一切在瞬间戛然而止。那场风暴现在都还是人人插上一句的话题。但今天，我们不是重复那些早已被咀嚼过无数遍的细节，我们想问的是，风暴之后他怎么样了？17年过去了，那个曾经站在舆论漩涡中心，几乎从大众视野里消失的男人，究竟走上了一条怎样的路？他是否已经暗地里完成了重生？今天老李尝试为陈冠希这17年画上一幅命运的轨迹图。坠落越惨烈，意味着他曾经站得越高。上个世纪末的香港娱乐圈，陈冠希的横空出世，堪称一个现象。他身上有一种近乎完美的混合特质，天生帅气的脸庞，带着一丝不羁的邪气，演戏灵气十足。无论是《无间道》里少年刘建明的青涩与挣扎，还是《头文字 D》里高桥良介的冷静与傲气，都让人过目不忘。他不只是一个演员，一个歌手，更是一个潮流符号。他穿什么，什么都会成为爆款。他那种源自街头、自信满满的风格，几乎重新定义了一代年轻人的审美。实不相瞒，我自己也买过不少他的同款。他是被资本、市场和粉丝共同选中的天之骄子，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然而，命运总不长。2008年，那场由私人问题引发的公共事件，像一场海啸吞噬了一切。现在回头看，那场著名的新闻发布会，成了陈冠希人生最重要的分水岭。During my time away, I've made an important decision. I will wholeheartedly fulfill all commitments that I have today. But after that, I've decided to step away from the Hong Kong entertainment industry. 他宣布无限期退出香港娱乐圈，这句话不是一个暂别，也是一个决绝的誓言。他没有像很多陷入丑闻的艺人那样，选择蛰伏一段时间再尝试复出，他选择了最彻底的方式离开。这个决定在当时和后来都引发了无数解读。有人说他是迫于压力，有人说他是为了保全最后一丝尊严。但无论如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为自己的人生按下了一个漫长而彻底的暂停键。那个在镜头前光芒四射的陈冠希消失了。那么在主流视野里消失的这17年，陈冠希到底在做什么？如果你近年没有关注他，那么答案可能会出乎的意料。他没有吃老本躺平，而是在艰难的二次创业。为什么说艰难呢？从明星到生意人，他的主战场转移到了潮流领域。事实上，早在事件发生前，他于2003年创立的潮牌 Clout 就已初具规模。退学之后，他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于此。他不再是靠脸吃饭的明星，而是一个要亲自参与设计、跑工厂、谈合作、看报表的生意人。他做得很成功，拉克、Dior、李维斯等国际大牌推出了无数联名爆款，将中国元素如丝绸、针灸等巧妙融入设计，在国际潮流界站稳了脚跟。他的 Juice 店铺开到了世界各地，他成功的把自己从一个娱乐偶像转型为了一个受认可的商人和文化输出者。这背后需要的是极大的韧性、商业头脑和日复一日的埋头苦干。丈夫与父亲的角色，近年来我们看到的陈冠希更多的是以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出现。他与超模秦舒培组建了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阿拉雅。他的社交媒体上充满了与家人相处的温馨点滴。那个曾经的不羁少年，变成了一个会在女人面前搞怪、分享育儿经的女人奴。家庭促成了他远离纷扰娱乐圈后的平静港湾，给了他新的情感支撑。艺术与自我表达。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冠希。大家都知道我对艺术蛮有兴趣，他一直对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举办个人摄影展，参与艺术项目，纪录片触手可及，也曾引发讨论。这些行为表明，他从未停止思考和表达，只是换了一种更为自我、更为小众的方式。然而，陈冠希的重生之路并非一片坦途，他充满了争议。他并没有变成一个圆滑温顺的好好先生，
他依然愤怒，依然直接，甚至有些易燃易爆炸。他会因为不满机场插队的游客而爆粗口，会在社交媒体上与人激烈对峙，会直言不讳的批评行业乱象。I will promise you， 我已經俾一次機會你啦。OK。这种真性情，在喜歡他的人看来 real， 在不理解他的人看来则是脾气差、没教养。也恰恰揭示了陈冠希现在的核心矛盾。他努力活出了一个真实的自我，但这个自我却与公众对悔过者应有的谦卑、低调形象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人们似乎总希望看到一个被灾难洗礼后变得沉默、温顺，甚至带点悲情的陈冠希，但他偏不，他选择用愤怒和直接来面对这个世界，这让他始终无法被主流舆论完全接纳。那么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17年过去了，陈冠希怎么样了？他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吗？从世俗的成功学角度看，也许他失去了成为一代影视巨星的机会，这无疑是巨大的遗憾和损失。但若从个人价值的实现来看，他似乎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经济上，他通过潮牌生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实现了财富自由；事业上，他在另一个领域做到了事业顶尖，赢得了业内的尊重；生活上，他拥有了一个看似美满的家庭，享受天伦之乐。他曾经在采访中说：“那件事之后，我失去了很多东西，但也让我看清了很多人、很多事。我现在很快乐，很平静。”或许对现在陈冠希而言，成功早已不是镁光灯下的万众瞩目，而是拥有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权，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保护自己所爱的人，并敢于以自己认可的方式真实的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或许并没有完全重生为公众期待的模样，但他确实在废墟之上亲手建造了一个属于陈冠希自己的堡垒。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You can, it's all dependent on you. It's not someone telling you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you in your life. It's about what you believe and how hard you go and work at it. A lot of people, like I said, thought that I should be gone and, withered and died by now, but I'm more comfortable in who I am more than ever, and I'm proud of it. There is no one holding you back but yourself. If you fail, you can stand back up, and I'm the best example for them for that. 他告诉我们，人生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当一条路被彻底堵死，你是否还有勇气、有能力在荒芜中开辟第二条路？他用了17年的时间，给出的答案或许是可以，但这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以及承受永无休止的争议。陈冠希怎么样呢？他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少年偶像，他也是一个有点挫败的、会和狗仔吵架的多面的商人、父亲与争议人物。他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命运给他出的那道最难堪的考题。他的故事还在繼續，只是我們或許應該換一種眼光去看待他了。打我而家就去打仗，打屬於我自己嘅一場仗。假若現實世界根本就係一個戰場，咁一切現象係咪一對殘酷假象？假如現實蒙哥有猛料，歡迎大家點讚訂閱，我們下期再見，拜拜。